10场 B 站 Passion。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是10年光仔一站探索。对，那我是主持人林家佑，我是主持人 Nelson。OK， 那这一次我们会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第一集嘛，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总召 Nelson 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说为什么会制作这个节目。这档节目呢，就是为了宣传我们第10届影视系毕业影展一站特别设立的特别节目。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各个毕业作品的作者或是导演上来跟我们谈他的创作的心路历程，或是这个本身这部作品的创作理念。那我们有请我们第一集的来宾，论文组的徐志伟。大家好，欢迎，我是徐志伟。大家好。为什么会这样？对啊，就是觉得学一下李多慧这样。对啊，所以我们第一集可以放松一点，不用这么拘束。对，那志伟呢，他是论文组的，他的这个题目呢是以这个撒旦的探戈为主题下去写的。那当然呢，我们一定要询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依这部纪录片的电影，然后当做你的论文的载体呢？它不是纪录片的电影，对，虽然很可能，因为这种片型，就是它长镜头时间很长，甚至会有人觉得它是，就是像你可能会感受到它可能像是纪录片，对，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因为它其实是虚构的，然后它是有安排的。对，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部片子？那其实大家看到这部片子，其实第一个感受到这个亮点，那就是它7个半小时的这个片长。哦，对，就非常长的一个片长，超越很多人的心理极限的。对，所以它这个片长很特别嘛，刚好就是有看到这个8站的这个理论，它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所以说，那在这部七个半小时的电影当中，其实我们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元素，例如说这个女生啊撒尿啊，然后用这个水清洗阴部这些自然的动作，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是不是能用8站的理论来去谈谈看这部电影？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这句话？渐进线其实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名词，对，那这就是讲说2条线，但它们是这个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的线，对，渐进线这样。其实我们会想说，那电影到底是什么？对，如果我们回到说那个卢米埃兄弟当时火车竞赛的时候，他并不是艺术家，他其实是对于当时的人们，他其实像是发明一个玩具的这种感觉。回到它的源头，它其实是一个记录时间的一个发明。对，它还没被艺术化。对，那后来我们的像8站，他们就会开始在探讨说，那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希望说要抓住时间嘛，所以像是我们的木乃伊。会想说我们为什么会制作木乃伊？那是因为他是认为说人还会复活，他是另外一种的抓住时间。所以电影其实也是相同的内容。所以很多导演为什么会想要拍摄电影，他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抓住时间，保留岁月。对，那其实对我来说，电影其实就是跟人有关。那电影不能离开人，也不能离开现实。对，他得关注于人的生活。就我了解，就是因为你从大一开始就有开始做创作嘛，那跟其他同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好像你会比较着重在艺术片的形式，就是你会比较着重表现在自己未来有机会可能会创作的话，你还是会继续往艺术片的这个条路。对，应该说，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这个电影这个东西的追求不太一样。像是我最近有在思考一个新的片子，我现在很喜欢的一个导演叫詹弗兰科罗西。那他就是拍摄一个纪录片，他拍例如像是一条大路通罗马、海上焰火，然后战地夜曲。他不是一个访问式的一个纪录片，他不是说导演跟他讲什么他回答什么，而是他去拍摄他的生活，这些人物自然的他们的生活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故事。这些人物他们的故事他们就变成一个角色。那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去追求，现在想要去追求的东西。其实我一直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你有说这部片是大概7个半小时嘛？对。那我比较好奇是你自己这一部片你大概看了几次？然后而且你是一次看完吗？还是你是分段看？因为你刚才前面有提到嘛，你已经超越你自己的生理时间。对，没错。这部片我大概看了3次，那有2次是分段看，因为它当中有这个中场休息的部分，有2次中场休息，那就是有分段看这样子。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从早到晚就是一次把它看完这样。哇，对，我毕竟要写这个论文嘛，对，那我得
体验一次，也是真的是这样经历这7个小时半完整的这样子。对。Okay. 其实我觉得你前面刚才也有提到说，你觉得这部的特点，这7个半小时其实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嘛，对不对？因为你说，它的时间跟你的时间是一致的，对，它过1秒钟，你也1秒钟，因为它里面的长镜头嘛，对，没错。我觉得这部分你会再延伸，帮我们就是深入探讨一点。对，就是这个片子为什么值得我们讨论？那一般人是说，第一，它是超越这个生理极限的一个片场，那里头的角色是痛苦的，其实某种程度你的精神也是衰弱的。所以你的精神和片子里头的角色的精神，其实是在一个平行的状况。我们在观看一只牛，那只牛从 A 点走到 B 点，我们也是看它从 A 点走到 B 点，时间是相同的。所以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虽然我们它是2维，我们是3维，但是我们很近，非常的近，但是他们永不相交。所以我为什么想要去用这个题目去讨论它？我觉得毕竟我们就是为了毕展做了这个节目，代表说我们要毕业了嘛。对，那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我觉得这4年呢，你在这个一手大学电影电视学系，你觉得这4年你自己从大一进来啊，到你现在要毕业，你回顾之后，你觉得你做了哪些努力，或者你觉得你这4年你成长，那你成长的如何，或者是你学到了什么？西洋老师是当时我印象很深刻。他刚开学的时候就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吃汤阿给，对，我还记得，真的假的？他那时候就找我们去聊天，对对对，然后吃桂圆酒酿面包。我对他最大的印象都是烤鸡，真的时候只要你是他的导生，他就会，就是1年级都需要做导生问坛，然后只要是他导生，他就会请大家吃烤鸡，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大概买了4-5只鸡了吧，应该有吧。但是后来我们就跟他互动就渐渐变少了，对啊，因为他课也比较少了，对对。我觉得你可以跟学弟妹分享你想勉励他们什么话，比如说你进来这个系啊，你可以如何自我成长啊，或者是你是利用什么方式，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对啊，或者鼓励就是即将下一届可能要写论文的同学们，对，学弟妹们，对，不鼓励啦，不鼓励写论文，你觉得拍片比较好是吗？我是觉得说看你们要怎么去抉择。那第一，如果你觉得说拍片去帮别人拍片是一个你自己没有办法有收获的事情的话，你可以选择写论文。你面对白色的，就是整个都是全白的纸的时候，你得去找东西，你得生3万字出来，那不是随便就能生出来的。你得面对你自己，你得面对你不知道的知识，你得去了解。那你看的这些书下来，那些东西是你的，你这个你躲不掉，你愿意去面对自己，愿意去面对说你自己的不足，你愿意去面对那些挑战，我觉得 OK， 你就可以写论文。对，所以你觉得你那时候写论文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回归到自我本质上，就是你觉得我想为我自己内心成长，回到我想为我自己再更提升，所以你选择写论文这样。对 OK。所以，学弟妹们有听到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好，学长推荐你写论文，好不好 ？OK， 就是面对白纸，你要生出3万个字，对，起码3万个字，起码3万个字。有，因为我看就是为了要访问徐志伟嘛，我记得119页吧，对不对？好像是吧？我自己也不是，而且其实因为这个，刚才前面有提到嘛，7个半小时，各位。那不是真的一般人可以看，我看了15分钟，看到他在那个舞厅在跳舞，我看了那15分钟，我看到快睡着。我说我真的，我老实讲，我真的没有把那7个半小时看完。你还不只要看这部电影，你也可能他之前的作品，你都要去找来看，因为他其实他的资源很少，网络上也不会有资源，你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去大陆，可能买一些之前人家考过的盗版片。对，没有特地花钱。有啊，我就是研究，你也得研究目的也得花钱吧，花点钱，要不然人家说你没看过就心虚，就不敢写。对，了解一下。对，那我其实也比较好奇，因为其实你是影迷嘛，那你觉得电影院是应该存在的？因为你应该很多时候也不是进电影院吧？对，没错，但我是觉得电影院应该要存在，因为本身它的那样的规格，还有在一个小黑屋里也是比较可以很专心、心无旁骛的去看电影的，而且它是一个仪式感。如果你在家里，你的暂停权时间是掌握在你的手上，对，你想暂停你就可以暂停，对，那它本身是一个反电影的一个动作。
哦，对，想对暂停可以理解想暂停就暂对停是一个反电影的一个动作，没错。好，那我们最后请志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影展。好，对，好来，第10场离站，对我们的毕业展演。那我们会在这个5月20号到5月26号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上影展，然后在我们的5月24号的时候会有在内围艺术中心对没错会放我们的片子，对，而且在这么好的一个设备，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去观赏这样子的我们大家精心制作的影片，对对对然后还可以顺便看一下我们的论文，还有我们的剧本组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官方网站会在这段时间去做个首映。那如果大家想要体验影展上面，就是影院的追求影院的体感，也欢迎大家在5月24号来内委艺术中心与我们共襄盛举。而且我们也有实体的这个展演在我们的众教1楼。如果呢你想要见到他本人，想要跟他聊聊这个论文的话，也欢迎到我们众教1楼，好不好？对，在5月20号到23号的中午，你都可以看得到志伟这样子。欢迎来找我，欢迎来找我。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好，我们下期见。对，拜拜，拜拜。